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基于已经投出的近1450万张提前选票的党派登记情况，预测今年美国总统大选50州的选举结果。截至目前，在这些选票中，有46%是注册民主党人投的，仅有36%来自注册共和党人，而剩余的17%则是独立选民或第三方选民的。不过，民主党人能在提前投票中占据优势并不奇怪。毕竟他们的支持者通常更习惯于邮寄投票和缺席投票，而共和党选民则更喜欢在选举投票日当天亲自到场投下庄严一票。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原始的提前投票数据，还要充分考虑其他信息，比如民调数据、人口趋势和预测时长等，这样才能做出更理性、客观、准确的预测。现在我们先从那些还没有提前投票数据的州开始说起。其中包括民主党的安全兰州、华盛顿州和夏威夷州，他们一个为卡马拉·哈里斯贡献了16张选举人票。而在共和党方面，他们则有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等南方州，这些州合在一起为川普贡献了56张选举人票。以上几个州的提前投票数据还没有出炉。不过我们也不太需要关注他们的提前投票数据，因为这几个州的选举结果实际上早就铁板钉钉了。另外，还有一些已经公布提前投票数据的安全州，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就一笔带过，不详细展开讲。先来看川普的安全红州。根据提前投票数据，在爱达荷州，共和党选民领先民主党选民整整31个百分点。而在犹他州，他们的领先优势则为27%，蒙大拿州为21%，怀俄明州更是高达61%，北达科他州为30%，南达科他州为26%，堪萨斯州为16%，俄克拉荷马州为13%，印第安纳州为16%，田纳西州为33%。2020年，川普在这些州都以显著的优势获胜。今年在提前投票中就取得大幅领先，也是毫不令人意外。不过，其实在川普的安全红州中，我们还漏掉了2个州，内布拉斯加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从选举历史来看，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人稳赢的州。但根据当前的提前投票数据，在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选民仅以42%微弱领先民主党人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很可能与越来越左倾的内布拉斯加州第2选区有关。该选区城市化程度高，大学毕业生占比较大，选民往往更倾向于提前投票。但如果我们看另一项数据，就会发现共和党人在该州的提前投票情况也没有那么悲观。在内布拉斯加州剩余的申请选票中，共和党选民比例为47%，而民主党人仅为35%。因此，随着这些选票的计入，共和党人很快就会在提前选票上拉开与民主党人的差距。所以，预计内布拉斯加州的全州选举和第1、第3选区依旧会保持红色，而第2选区则更可能会倾向于蓝色。再说说西弗吉尼亚州，很明显，该州是共和党人的稳固势力范围。然而，根据提前投票数据，目前45%的票是民主党人投的，而共和党人只占了37%，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的共和党选民非常不相信邮寄人票造成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民主党人真的在该州占据了优势，只不过是该州的共和党人不屑于提前投票罢了。另外，该州目前的提前投票总数仅为9475张，这个数字实在太小了，还不到西弗吉尼亚125万名注册选民总数的1%，参考价值极小。相比而言，川普2020年在该州以39个百分点获胜，这才更具说服力。因此，毫无疑问，西弗吉尼亚依然是坚实的川普州。计入这些州后，川普的选举人票总数上升了122张。现在我们再来看卡马拉·哈里斯的安全选人票。数据显示，民主党人在几个深蓝州的提前投票占据了明显的强势地位。在俄勒冈州，民主党人以47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领先，而在哈里斯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的领先幅度则为18%。
再来看唯一一个在铁锈带的深蓝州伊利诺伊州，目前民主党人在这里领先 15%。至于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东北部，民主党人在纽约州的领先幅度则为 30%， 新泽西州为 42%， 马里兰州为 49%， 特拉华州为 38%， 康涅狄格州为 26%， 马萨诸塞州为 28%， 佛蒙特州为 46%， 罗德岛为 27%。2020年，拜登在这些州都以至少15个百分点获胜，而自1988年以来，这些州就没有倒向共和党过。显而易见，哈里斯今年拿下这些州也不在话下。而加上这些州的选票，哈里斯就拥有了181张选举人票，遥遥领先川普。接下来，我们将关注18个竞争较为激烈的州。首先是阿拉斯加州。目前该州 29% 的提前选票由共和党人投出， 25% 由民主党人投出，而独立或无党派选民则占据了最多的 46%。 阿拉斯加州是全美独立选民比例最高的州，虽然目前我们尚不清楚这些独立选票会如何分布，但自1964年以来就没有民主党人在该州获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川普明显在这优势。因此，阿拉斯加州今年预计依旧会保持红色。接下来是内华达州，该州 40% 的选票来自民主党选民，而 35% 的则来自共和党选民。民主党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回顾2020年，拜登以 2.4% 的优势在内华达州获胜，当时的提前投票情况与现在类似，民主党以 39.7%对 35.6% 领先共和党人，而最新的民调则显示，川普目前平均领先哈里斯 0.7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两位候选人在内华达州的选情依旧非常交战，难以判断。不过，考虑到马斯克近期在7大摇摆州的疯狂撒币行为，以及川普进入10月以来胜选势头水涨船高，因此我们姑且将内华达州的胜利归于川普。现在，让我们将视线继续向南移，来看看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是2020年选举中第二接近的州，拜登当时仅以 0.3% 的微弱优势险胜，而目前的提前投票数据则显示，共和党人在这里的表现相当强劲，以 44% 的选票领先民主党整整9个百分点。相较2020年，当时两党的提前投票数据基本势均力敌，都维持在 37% 左右，但今年共和党却在提前投票上大幅领先民主党，这对川普来说无疑是个喜讯。此外，民调平均值还显示，川普目前在亚利桑那州领先哈里斯近2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川普今年势必将赢得亚利桑那州的11张选举人票。接下来是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2020年，科罗拉多州首次突破了50多年的记录，逃出了比新墨西哥州更左的结果，让拜登在这里以近14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而在新墨西哥州，拜登则只领先了约11个百分点。目前在新墨西哥州的提前投票中，民主党人领先共和党人15个百分点，而在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则仅以5个百分点领先。不过，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在科罗拉多州的提前选票中有近40%的独立选票，尽管这些所谓的独立选票并没有明确归属，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其中大部分都会投向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预计今年这2个州也会被民主党人轻松拿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克萨斯州。德州作为美国人口第2多的州，拥有40张选举人票，是共和党人赢下今年选举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中以 43% 领先共和党，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州的提前投票才刚刚开始不久，目前的样本还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而根据民调平均值，川普目前在该州领先哈里斯 5.7 个百分点。在近期的6份民调中，川普每份也都以至少5个百分点占优。显而易见，德克萨斯州今年大概率还是会保持红色。接下来我们转向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
民主党人目前在提前投票中以42%对37%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表面上看，这对哈里斯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不过一方面，与德克萨斯州一样，佛罗里达州的提前投票才开始不久，变数还很大。另一方面，佛州向右倾斜趋势明显，自2020年以来，该州注册共和党选民明显增多，成为了右倾最快的州之一。再加上川普在最近的民调平均值中更是领先了哈里斯近8个百分点，因此佛罗里达州今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被川普拿下。接下来是乔治亚州，这是本次选举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在2020年，乔治亚州是最焦灼的州，拜登仅以不到 0.3% 的微弱优势获胜。根据最新民调平均值，川普在该州明显占优，领先哈里斯 1.8 个百分点。在10月份的7项民调中，川普更是悉数获胜。而在提前投票方面，乔治亚州今年的投票数量还创下了纪录，目前已有近160万张选票被投出，其中共和党人占 49%， 而民主党人则占 46%。 可以预见，今年乔治亚州大概率会再次翻红。现在转向北卡罗来纳州，这是一个早期投票和邮寄投票较多的州，该州的提前投票已开放4天，目前也已统计了超过100万票，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样本数据。根据提前投票数据，民主党人在该州以 36% 对 33% 略微领先共和党人。不过共和党人并不需要为此感到担心，因为从投票历史来看，该州的民主党人通常会在提前投票中领先共和党人。而在11月5日投票日当天，共和党主导的农村和郊区的选票则会涌入，帮助共和党人实现反超。2020年，尽管民主党选民在早期投票中领先共和党5个百分点，但最后川普仍以约 1.5 个百分点赢得了该州。而今年，尽管民主党选民的提前投票率仍然高于共和党人，但他们的领先优势与2020年相比已有所下滑。再加上川普在该州的民调中也平均领先哈里斯 0.5%， 因此预计今年川普将第3次拿下北卡罗来纳州。现在我们来看看中西部，先看哈里斯副手蒂姆·沃尔兹的家乡明尼苏达州。2020年，拜登在该州以7个百分点获胜，当时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中以13个百分点领先，而现在该州的民主党人更是大幅领先了共和党人37个百分点。显而易见，明尼苏达州的选情对川普和共和党人来说是大大的不利，哈里斯和沃尔兹则可以舒一口气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爱荷华州和俄亥俄州，这可是美国右倾最快的2个州。这2个州在2008年和2012年都投票支持了奥巴马，但到2016年和2020年，川普却分别以至少8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了他们。截至目前，爱荷华州提前投票的民主党选民比共和党多3个百分点，而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则已经领先了民主党人6个百分点。不过共和党人也不必太担心爱荷华州的选情，毕竟在2020年，尽管民主党在提前投票中领先了12个百分点，但川普还是以8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爱荷华州。所以今年预计川普将以比2020年更大的优势拿下爱荷华州。至于俄亥俄州当然也不在话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铁锈带的核心3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自1988年以来，这3个州在每次选举中都坚定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直到2016年，他们奇迹般地转向了川普，帮助他跨过了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不过2020年，他们又回归了民主党人的怀抱，为拜登的总统之路铺平了道路。而今年这3个州也将在这场选举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哈里斯来说，在川普拿下4个阳光带摇摆州的情况下，他必须在铁锈带的3大摇摆州大获全胜，才能达到270张选举人票。而对于川普来说，他如果不能拿下这3大铁锈带州中的至少一个，那么他即使赢得了4大阳光带州也是枉然。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来说威斯康星州，
由于威斯康星州的人口结构更加白人化、底层化，所以该州被认为是三大铁锈带州中最偏共和党的。然而，提前投票的数据则显示，民主党人在威斯康星州的表现相当强劲，占据了40%的提前选票，而共和党仅有19%。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州有超过40%的选民标注为独立或第三方选民，而依据历史经验来说，这些选民中偏向共和党人的占多数。又考虑到该州的提前投票实际上也才刚刚开始，所以未来的变数还很大。而根据最近7项民调的平均结果，川普目前领先哈里斯 0.4 个百分点。因此结合各项数据来看，个人还是更倾向将威斯康星州归于川普。密歇根州的情况就不同了，我对共和党人在该州的前景比外界认为的要悲观一些。要知道，密歇根州在铁锈带3州中是最左的。2020年，拜登以近3个百分点的优势在该州获胜。而从选民结构上来说，该州也比威斯康星州要更多元化，且更加工业化、城市化。尽管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该州平均领先哈里斯超过1个百分点，但提前投票的数据却不是这样说的。目前，在该州超过100万张提前选票中，民主党以54%对36%的优势领先共和党近2成。回想一下，2020年，当时共和党人在320万张提前选票中，甚至还超过了民主党人2个百分点，结果却依旧输了选举。基于这样的考量，个人更倾向于将密歇根州记为微蓝州。最后再说宾夕法尼亚州，该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被誉为是今年选举最关键的摇摆州。当前的民调显示，川普在宾州平均领先哈里斯 0.8 个百分点，而在提前投票方面，64%的选票来自注册民主党选民，只有27%来自共和党人。这主要是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独特的提前投票制度造成的。与其他州不同，该州的选民必须亲自到县书记办公室申请邮寄选票才能进行邮寄投票，这就对乡村和郊区的共和党选民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导致了该州提前投票大幅倾向于民主党人。因此，该州的提前投票数据并不能作为预测选举结果的主要依据，我们只能根据目前的民调数据加以判断。所以，基于民调，个人更倾向于将宾夕法尼亚州归类为微红州。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看倾向于民主党的3大名义上的摇摆州：弗吉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先说弗吉尼亚州，目前民主党人在提前投票中以38%的优势领先。2020年，弗吉尼亚州也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倒向拜登，创下了自罗斯福以来民主党在该州的最大优势。预计今年该州的13张选举人票依旧会归于民主党人。而在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这2个州在2016年都几乎要被川普翻转了，但在2020年却大幅转向民主党人，让拜登分别以7个和9个百分点优势获胜。当前的提前投票数据也显示，民主党人在新罕布什尔州领先8个百分点，而在缅因州更是达到了21个百分点的优势。因此，毫无疑问，这2个州今年还是会保持蓝色。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一样都实施分配选举人票制度，所以哈里斯其实只会拿到该州全州选举的2张选举人票和代表第一选区的1张选举人票。而考虑到该州第2选区在2016年和2020年都以超过7个百分点的优势倒向川普，因此代表第2选区的1张选举人票预计将归川普。以上就是我们根据提前投票数据和最新民意调查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预测。川普有望获得297张选举人票，而哈里斯则为241票。但其中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这2州的归属实际上还有待讨论，真实结果如何或许只有到选举之夜才能揭晓。